这一集的影片，我们要来向你报告，为什么有时候沟通无效呢？宜家快报，快乐的向你报告。你好，我是明珠。宜家快报，我们用宜家的角度来报道不同的主题。当你想和任何人说话时，先问自己：我的精神状况如何？我的平衡健康状态是什么？如果你感觉不舒服、沮丧、又糟糕、又累，那就不要开始一个长的对话，它不是一个好时机。当一个人对我们讲话时，在沟通的前3句中，我们必须知道那个人来做什么，然后决定我们是否要继续这个沟通。无论我们说什么，除非我们有一种完美传递我们的声音的方式，否则别人不会听到超过20%。15分钟后就没有人再听了，这是身体的自然法则。不是你说什么，而是你怎么说它；不是你怎么说它，而是别人如何接收它；不是别人如何接收它，而是别人对它有了解多深。如果你说的话语没有被另一个人了解，整个事情就是浪费时间。每当我们沟通时，我们必须有一个态度，而且我们必须有一个主题来传递。每当我们沟通是去控制或讲话，或介绍我们的动机或我们的法规，或者我们想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时，我们在浪费我们的沟通能量。人们想要讲话，但是他们并不想讲那些对双方并不是都有利的事情。有3种沟通的方式：短期阶段、长期阶段和中期阶段。如果这个人想和你进行中期的阶段，而你把它放在一个长期阶段，它意味着无聊的沟通。一个人想要进入中期阶段，而你想把它放入一个短期的阶段，这意味着切断、中断沟通。如果一个人想要长期阶段，而你真的把它放在短期阶段，那就算了吧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完全适应对方处于哪个阶段的沟通流程，并采取相应的行动。如果沟通的层次和高度不同，那就是一种沟通失误。任何毫无疑问的沟通总是非常有效的。当我们说话程式化了，我们的沟通就没有灵活性。每个人必须发展沟通理念的方式，所以他们可以被理解。而且在那个理解中，我们必须知道个性、整体、实相、身份、目的、投射，并掌握我们的话语。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同一时间。当我们没有沟通来将我们和别人联系起来，那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所做最危险的事情。任何沟通，我们用超过11个字完成一个句子，都是痛苦的。所以，学习用短句子说话，并且在每句话之间停顿一下。如果我们对某人讲话，只要重复关键的几行话，我们关键的几行话就会进入那个人的心智里。话语必须有力量，必须投射，必须击中目标。感谢你的收看，也感谢你的订阅和留言和分享。我们下一个影带见。